天赐的声音第5季进入最后一个阶段的金曲争夺战，新老朋友纷纷加盟，实力组合正面交锋。张碧晨及柯俊义2位队长将带领各自成员冲击金曲。那我选一个国际友人吧。哦，大帅哥。帅气、绅士，在舞台上很吸引大家的目光。佳佳在2006年就得到了包括金曲奖在内非常多的荣誉的肯定，唱功方面极具爆发力的特别棒的女歌手。艾热是国内说唱领域非常代表性的歌手，金曲制造机。白小白是以唱功见长的歌手，在高音上的张弛有度。乃万是一个非常全能的新生代女歌手，不只是在创作上，包括在音乐的一些表现上，她都是非常优秀的。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欢迎来到我们的先后手抽签环节。重点跟2位说一下，抽到2的这一次呢，可以根据前面的情况调整自己队员的顺序。真不好意思，可以来调整自己的策略，好不好？我可要好好的算计吧。东阳光鲜虫草，好虫草鲜着吃。本节目由东阳光鲜虫草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保留更多天然活性蛋白的奇志鲜活奶粉特约播出。本节目由红星美凯龙赞助播出，买高端电器就到红星美凯龙。本节目由老板电器赞助播出，老板数字厨电 i7，你的味道我心领神会。本栏目由夏日清爽拍档雀巢茶萃果汁茶赞助播出。真正天然矿泉源自地下100余米岩石裂隙。本节目由百岁山特别赞助。天赐健康瑰宝，滋养乐新生，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5季，欢迎各位。本节目由好虫草鲜着吃的东阳光鲜虫草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欢，向每一位热爱音乐的你问好，你们好。我们天赐的声音呢，和我们的东阳光鲜虫草共同发起了太毒先生的主题营销活动，请大家关注天赐的声音，还有东阳光鲜虫草的抖音官方账号，积极评论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惊喜。此刻，请我们7组音乐合伙人呢，拿起你身边的东阳光鲜虫草，一起品尝起来，为你接下来的舞台积蓄能量。根据之前的抽签，我想问一下奕晨。第1组音乐合伙人是我们第1个节目派出了左儿姐和贺野，让我们掌声有请容祖儿、王鹤野。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次的演出里面，金曲，对金曲，唱到我们的版本的嚣张。他们选择这首歌也是一个力量感很足的歌，然后充满了那种责备啊、怨恨啊，其实这都是这2个人唱歌的一个舒适区。但是你不觉得那个歌词很绕口吗？录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这次不唱广东歌啊？我重新再听一次，然后边听边学。没问题。你的一字一句犹如刀疤划心上。它的词有点密，而且我要负责一些和声的部分，它要转调的。对，一字一句犹如什么划心上。
我有点烫嘴。怎么说姐？你还要不要来？再来，再来一次。 OK。我觉得每一次演绎一首歌，你都希望能够找到它跟你的关系，把这首歌变得是你自己的歌。太多的、太重的、太残忍的话，没纠缠是你的理由太假。我觉得你大可不必说的天花乱坠，是天使是魔鬼都没有绝对。没想的、没说的，都请收起吧。你扮演的角色更可悲吧？放弃的就大可不必再争辩是非，放手的就请你笑得干脆。 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任你肆意玩弄，从没去想你是有多嚣张。我的心从来不为你跳动，为你狂。你说我战斗都已不如离开流浪，都怪我没治愈我的伤。 没想到、没说的，都请收起吧。你扮演的角色更可悲吧？放弃的就大可不必再争辩是非，放下的就请你笑得干脆。 你是有多嚣张？我的心从来不为你跳动，为你狂。你说我真的多余，不如离开流浪，都怪我没治愈我的伤。你的一字一句犹如刀把划心上，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任你肆意玩弄，从没去想你是有多嚣张。我的心从来不为你跳动，为你狂。你说我真的多余，不如离开流浪，都怪我没治愈我的伤。 祖儿姐可能不知道，距我们上次同台是3年前的央视元旦晚会。当时在心里我就暗下承诺，
未来的某一天，我要让祖儿姐看到我的成长。真的有看到，在天赐的舞台，我看到她越来越享受，然后越来越能够表现出王鹤野本身的鹤野的那个野。上一次跟楚生一起唱的那个自来水，那种很放，然后那个就是真的是我知道那个就是真的他，对吧？没错，来找我。刚刚祖儿从我后台走过的时候，我发现你还在念词儿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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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儿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挺烫嘴的？我差点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对我来说，其实要用时间去酝酿你跟这首情歌的感情，所以我觉得难度在于就是时间的问题，紧张还是会有的。对我来说，每一次舞台就是独一无二的，你再来就是另外一个舞台了。是，我也共同能理解这个没时间的这个压力，但是我觉得完全没看出来你们的这个有压力的感觉，看起来很舒适。然后两个人的声音也是很有这种互补的，就是包裹在一起的一个感觉。尤其是你们搭这个和声的时候，就是很融在一起的感觉。对，谢谢，谢谢。也期待着你和碧晨接下来带来的合作舞台哈。加油！对，我觉得这是挺好听的，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写歌，他那个旋律比较短，完了以后歌词比较密集，我觉得对主儿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对，谢谢。这个表演我个人非常喜欢啊。首先是鹤野老师这边，你在唱第一段主歌的时候，唱到那个没纠缠的时候啊，那个没字。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你在天赐舞台所演唱过的最低音，对不对？这个低音非常好，把低音的胸腔共鸣的质感、振动频率的质感都充分的体现了出来。然后到了祖儿老师这边呢，他又一瞬间切换到了一个非常辽阔的高频音色。你们充分把自己最好的那面声音都体现了出来，把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向，然后这么有效的结合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合唱。我提点小意见啊。鹤野，我跟你也算走过了这个3季的天赐了。我觉得你在天赐的状态一定不要越唱越油。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这么多年，其实看过很多年轻人从不自信的状态走到很自信的状态，走到过度自信的状态，然后就停住了。但我觉得你跟其他人不一样，因为我们真是在这个舞台上看着你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今天你在这个舞台上太放了，你太松弛了。一个音乐人在舞台上一种完全的松弛的状态，会显得整个舞台稍微有点随便。松弛导致放松，放松导致有一些地方的表达不够精确。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嚣张，对吧？这种嚣张是要表现得自己很狂吗？不是，它是一种两个人互相责备的话。这个歌词里边有很多非常狠的表达，比如说放下了就请你烧得干脆，太残忍的话没纠缠是你的理由太假。但是在这些特别狠的话里面，我觉得你的表达没有掌握到这个歌词的精髓，而且在这种两遍的表达里面并没有拉开你情感的这种动态。千万不要让自己唱歌进入这么一种状态里，这个我觉得很危险。梁岩老师其实是比较懂我的，我如果哪一个字没有唱好，其实他都听得出来。老师能够用他的意识去感受到我油啊，或者说我太松弛，我觉得这是往回拽了一把啊，这个是我觉得还挺难得的一件事。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王鹤野，送给容祖儿，谢谢二位。有请二位落座。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吉克隽逸队长了，请派出你们下一组音乐合伙人。下一组就有请我们的
重磅音乐合伙人杨坤老师西林那一高。让我们掌声有请杨坤西林那一高。这次是你也怀念嘛？这个歌曲，首先它的旋律就是非常的经典，一想起来前奏就感觉按了一个开关一样，然后瞬间就开启了一些回忆。若是闭上眼，回到那一天，我们合影做纪念。这一次，当杨坤遇见西林，我觉得这两把极具变质性的烟嗓碰撞在一起，那他们究竟是会把这首作品本身那种克制的美感贯彻到底，还是说完全打破原有的诠释方式？我觉得其实会有点让人担心。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声音都是哑的啊，属于很入世的那种。就是生活之间的柴米油盐、人情冷暖。你的嗓子立马就会让一些人能够感受到。就会把我拉回到你曾经最难忘的你经历的那个片段，闪回的那个片段，对，那种经典闪回，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对，我唱这歌唱到那个情绪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奶奶，我奶奶去世的时候，我就搂着我奶奶的这个胳膊，就是跟她睡了一晚上，就一直认为她还没有去世。到第二天早晨，很多人找我都找不着，他不知道我就在里面跟我的这个奶奶躺了一晚上。就最重要的是，这么多年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她，我觉得这个还是心里面还是比较内疚，还挺歉疚的。对，我其实会怀念，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开心的就是跟我妈去看电影，然后就喜欢看那种晚上的场次。现在因为她视力的问题比较困难，所以会怀念那个时候。我的生命里面有太多这种遗憾了，我觉得天下就没有不散的宴席，人生就是这样，不管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就让它过去，我们应该向前看。欧洲双认证，全国销量领先，君乐宝奶粉提醒您下节更精彩。东阳光鲜虫草，好虫草鲜着吃。本节目由东阳光鲜虫草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保留更多天然活性蛋白的奇志鲜活奶粉特约播出。本节目由红星美凯龙赞助播出，买高端电器就到红星美凯龙。本节目由老板电器赞助播出，老板数字厨电 i7，你的味道我心领神会。真正天然矿泉源自地下100余米岩石裂隙。本节目由百岁山特别赞助，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哔哩哔哩、Z 世界、爱奇艺、优酷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乐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享受听觉盛宴。上 Z 世界部落参与天作之合活动，解锁原声舞台，节目专属文创等你拿。忙碌的生活也别忘了关心自己，试试东阳光真草原纯粹含片，它里面蕴含了7倍虫草精华，随时补充精力，让滋养也能方便高效。没想到这么小小的一颗这么厉害，携带很方便，像我们做歌手的啊，传递着歌声，吃完也会更有力量。有了东阳光真草原纯粹含片，让我们在忙碌中也能保持最佳状态，健康无忧，一起加油吧！你看，在17、18岁那些夜晚，我们总爱畅想一空谈。那些说要陪你一生的人啊，却在于不知人生哪一站走散。若是闭上眼，回到那一天，我们合影做
的午后，阳光多刺眼，没人知道那些誓言会实现。来到20-30岁，现实的你看，我们已经不敢再贪玩。你还不知道会是那个瞬间，能将人生轨迹无声的改变。若是闭上眼，回到那一天，与你挥手说再见。我不想再见，脚下的路啊，望不到终点，没人知道那次告别是永别。而后数十年，也许过境迁，少年一起见小姐，回忆的章节翻到那一篇，都随光阴慢慢飘远成云烟。如今再回看自己的高山，只是身后的一堵坎。来路该不该，前世也释然。那些故事早在遗憾中圆满。太多故事都在遗憾中圆满。太好听了。西林真的，她的声音，她给我的那种震撼，就是眼睛真的有眼泪了，是一首非常非常感动的歌。我在听 demo 的时候真的是挺想哭的，因为原版它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催泪了，然后有了黄妈的中文版，然后再听到坤哥和那个另外的老师帮我们唱的这个小样，那我在听这个歌的时候，我当时就是那种，就很多画面，对，很多回忆就来了，因为你也怀念嘛，就是怀念嘛。所以其实我跟坤哥就是从父母辈和子女辈两个不同角度去表达一些对于过去的怀念，对于现在的珍惜，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我是非常喜欢西林的音色，还有他的演唱，我就觉得哎呀，这音色太好听了，偶尔冒出那么一下，让我觉得真的太享受了。我觉得两位老师的声音很有那种磨砂的质感，像是你用手指头捏那种细细的沙子一样的那种沙漏的感觉，然后和这首歌就非常的搭配，就真的可以把人带入到过去，像坐那个时光机一样，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特别好听，特别棒，谢谢。我觉得坤哥的声音跟西林的声音在一起，就是像前段时间非常非常火的
烈酒加冰淇淋，有一款饮料，还有烈酒加咖啡。哦，明白。对，如果说那个是一个味觉的挑战，那今天其实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听觉的挑战，是一个新的刺激。两个人在故事线里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像独白，自言自语。然后到后面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味道是酸甜苦辣都全都包含在里面，对，就给我是这种感觉。杨坤老师，我真的是觉得你真的好会唱啊！你知道有时候歌手就是高音的地方会容易乱来，但是你完全没有，你就特别好的给他稳稳当当的，但是那个情绪有饱满的给他处理了。不是，其实我是唱不上去，你知道吗？啊，一点没有听出来。我真的不骗你，因为那几个高音是我的弱项。但是这歌呢，其实它又是你唱上去跟你唱不上去，你游离在那个里面，只要你情绪对了，那它就是对的。所以我刚才其实是找那个。坤儿哥他刚说他那个高音上不去，但是就是那种气儿裹着，然后那高音就碰一下，那才那种揪心的感觉才特别特别的有。然后这些年，我觉得席琳最大的改变，尤其这首歌，我认为是口气上的改变，就是尤其他唱那句什么20-30岁现实的泥潭，哎，我感受到了一点点李宗盛大哥的影子，我觉得就很像。李宗盛大哥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唱歌是说话的延伸”。刚才那一段，其实坤哥也好，席琳也好，他们几乎是用说出来的状态把这首歌唱完的。我想听一下这首歌的无伴奏人声。好，上来就听是吗？有请我们的技术老师。那些说要陪你一生的人啊，却在不知人生哪一站走散。若是闭上眼，回到那一天，我们合影做纪念，剩下的午后，阳光多刺眼，没人知道那些誓言会实现。破碎，我都碎了。刚才席琳跟坤哥都几个音符，我们称之为 ghost note， 就是它似乎是好像游离在音符当中，它并没有那么饱满，但它每一句都是非常高端的技巧。谢谢。今天这个作品，坤哥就感觉像一个严父一样，大口气每一句话感觉好像有点凶，有点严厉，但是满满都是爱。这个作品跟之前那个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里面的东西可能更多是夹杂着更多的亲情的爱在里面，我自己很喜欢。谢谢。好，谢谢我们的建音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容祖儿、王鹤野来到舞台。两组音乐合伙人之间，只有一组可以成为本轮的待定金曲。有请建音团现场合议给出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杨坤与席琳娜依高带来的《你也怀念吗》。恭喜坤哥，恭喜席琳，也要谢谢祖儿，谢谢鹤野。所以接下来有请碧晨，下一组是。下一组派出的就是我和我的国际友人李承铉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张碧晨、李承铉。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好像应该是真是第一次见。是的，对。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其实我压力挺大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现在真的是数据很好的一首歌，它现在还都在所有的热歌榜、流行指数榜、音乐指数榜的前几名。
暮色回响是一首有关于自己逝去亲人的歌曲。对于张碧晨来说，我觉得他非常擅长去演绎这种亲情向的歌曲。最难的是李承铉对中文的把握，这个其实是我对这个舞台最担心的部分。其实我们有在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一直在人生的路上行走，然后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人，也会有一些人离开，但他还是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跟随在你的身后。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我们在讨论这首歌的时候，我知道了这首歌的词的一个内容，它的遗憾的一个感觉，就让我想起我自己经历过一些离别和遗憾。所以后面的这个尾巴，我加了一个英文的一个念白，可能是我自己心里想说的，说给一个现在听不到的人。对。想到一个很厉害的，其实我们就可以一直在慢慢的走，对，然后我唱完我的部分我就走，我就是闪开，我往前走，我离开，他往前走，他离开，就是人生的一种状态。我是在行走的，然后所有的人都是来来去去、走走停停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又会重新周而复始，就人生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闭环，就它是一个轮回嘛，其实。压力大，他唱得太好了，就像我这样就歌词都没背好，要跟他唱。因为我觉得在舞台上，我特别不喜欢看提词器，我想要把它全部滚瓜烂熟的，就是磨在我的骨子里，所以它是我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表现是100%的，这个挑战太大了。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视线后仍然选择留下，气手中温柔的不像话，经受着他的遗憾啊。秋的摇一直这呀呀停不下，风卷走了满园的落叶落花，凝聚着这会刹那想好的，可为什么我总觉得那就是他？或许你也听过他说话，第一声我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在你的身边，在你的盲眼，如果看见他，请别害怕。真的，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就算一阵风一瞥，也一个眼神的触碰，多好啊。而他，可不可以借你给我回答？只有被遗忘才算走到终点吗？就算有遗憾，也只能永远的留在昨天。怀念啊，怀念回家路上的街灯闪了一下，落雨过后的夜光又渐越哑，忽然却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7月光点亮了河，能有人再见。我离真情名字踮着长长的线到站门前，见我怎样的脸苍老或少年。你猜我在那天那夜明白永远有多远？当我找遍全世界，你只在回忆的房间。我尝到了一切，但要怎样说给你听呢？说我愿用所有的季节换你再见面。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就算一阵风一瞥，也一个眼神的触碰，都好啊。而他，可不可以沿着河回家？不拍到表
Life is full of surprises. Some bring joy, and some bring pain. I'll always keep you close to my heart and remain at times of our memories, missing you. 我今天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很荡的。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叫《寻梦环游记》。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这两天我读这首歌的歌词，我想我会不会有一天也被人遗忘？家里人我记得的就是我爷爷的爸爸，也就是我的太爷爷，对，他的名字。再往上我就不知道了。以前那些古装剧里面，大家都有祖宗祠堂，然后多少辈儿都有牌位在那儿，你至少是知道你家里从祖上最早开始都叫什么名字，你是都知道。但现在我们没有这个习惯了，所以我就想到那个电影。歌词我看完了以后，我刚好也有一个特别触动我想要说的话。最后 ending 安静了，然后只留了这个钢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念白。这一段词儿是你自己写的吗？是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分享吗？不是那么方便。好的，谢谢，那就留在心里。是，但是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可能走到了30岁、40岁，会面临自然现象嘛，就会有亲人离开。这首歌的歌词就是，虽然它的实体上的肉是不在了，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记忆是可以一直活在我们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感觉。就像那句电影里的台词：“真正的死亡是因为遗忘，所以请记得那些你爱过的，以及此刻正在爱的人。”这首歌让我会想到我很多的家人啊、朋友啊，然后我希望可以在当下去好好的珍惜他们。我会鼓起勇气，会更多的表达我对他们的爱。程轩，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我第一次听你在台上唱歌。是的，你的声音非常好听，然后你的中低频特别的有魅力，一出来那种颗粒感，一拳一拳的可以打到人的心里面去，非常喜欢。可能我自己也是一个说唱歌手出身的一个音乐人，然后我刚才其实也是惊叹于他以陈轩老师的一个 rap 在连接这个段落之间的一些留白吧。然后我觉得陈轩老师做的也很好，这是一首很和谐的歌，学到了很多。碧晨和程轩做的这个版本，应该不只是仅限于想到谁这个问题了，应该是跨过了这一个阶段的感觉，是后面的那一层一种状态感。可能早上啊坐着车听的时候，可能不会在想什么人，但是他可能是往远处看就好了，一种心境，一种状态。这种感觉带给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很多观众觉得我们在这一季里面选的很多歌曲都是所谓的网络热歌，其实选这样的歌，我觉得是很满意的，因为我们评论一个创作者，不要看他的出身，听一首歌不要看他来自于哪儿，而要看这个作品本身写得好不好。我也希望能在这个舞台上更多听到各位音乐人们去演绎这种看起来很严肃，甚至有一点沉重，有一些人生力量感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表达好，其实真的是要看一个歌手的实力，还有他的人生的阅历。好，谢谢。所以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希林娜一高和杨坤来到舞台，有请二位。到底谁会成为本轮的待定金曲呢？有请我们建音团现场合议给出结果。经声音现场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杨坤信那一高。你也怀念吗？让我们继续恭喜杨坤，继续恭喜希林，也要谢谢碧晨和陈炫，谢谢四位，有请落座。碧晨来为我们介绍下一组音乐合伙人吧。下一组我只剩下一组了，就是小唐还有佳佳。让我们掌声欢迎佳佳、姚小唐。嗨 ，Hello，
佳佳老师，第一次见面。对，之前听过你很多歌曲，包括之前老师们都有唱过您的歌《命运》。我属于你的注定。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唱的唱将，他也是阿妹老师的巡演和声，所以我很期待跟他的合作。我之前是没写和声，我很感谢他给我机会。那时候第一次好像第一站是马来西亚的样子，唱完整个表演结束回到饭店，我睡不着，太亢奋了，身体都一直在那个节拍上面的感觉，然后我就开始大笑，就好像一直都在台上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是很适合唱苦情歌的，对，所以我们往苦情歌这个方向找。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明知道这不是缘分，但是我还奋不顾身。我的家人给我的音乐的养分很多，我妈妈喜欢听小调的东西，我爸爸喜欢听西洋歌曲。小时候就是偷拿他们录音带来偷听，这样的偷听。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在幼稚园，回家妈妈帮我洗澡，我就跟我妈说：“妈妈，我长大要当歌星。”我妈说：“你好好洗澡、吃饭，好好念书就好了。”她根本不当一回事的。后来我长大，我真的成为了一名歌手。原来你真的在许这个愿望，然后你朝着这一方面一直在往前走。从实力而言的话，佳佳绝对是一个可以值得我们期待的非常棒的女歌手。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我的态度先生是宁愿笨也不想要悔恨。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痕。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但是我还是拼命往里跳。明知道再走可能是监牢，但是我还是相信只是煎熬。朋友都劝我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假惺惺的想要逃，在爱里连真心都不能给，这才真正的可笑。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太容易让自己沉沦，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痕。我太笨，明知道你是错的人，明知道这不是缘分，但我还是奋不顾身。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但是我还是拼命往里跳。明知道再走可能是监牢，但是我还是相信只是煎熬。做人已经那么累，假惺惺的想要逃，在爱里连
己牺牲，太容易让自己沉沦，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痕。我太笨，明知道你是错的人，明知道这不是缘分，但是我还奋不顾身。我太笨，明知道你是错的人，明知道这不是缘分，但我相信有点可能。唱的太好了吧！你是错的人。特别欢迎佳佳第一次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欢迎您。谢谢大家。第一次来，对，所以很紧张。很紧张。佳佳呢，她可不是新人哈，她曾经呢就拿过金曲奖最佳组合奖。很久了，小时候跟我的舅舅跟你的舅舅当时组合，对，哇，那起码有10几年了。有。哇，那你在音乐界是有地位的。我是有地位也有吨位的。有吨位。其实呢，他以另外一种形式早就登上我们天赐的舞台了。碧晨和汪苏泷合唱的那一首《命运》，原唱呢就是佳佳。佳佳可以吗？跟碧晨我们现场一起来合唱《命运》。可以。我属于你的注定，不属于我的命运。不要命，不要清醒，还有梦能紧紧抱着你。爱写出我的事情，算不出我的命运。你给我的命，下一辈子再还你。就那个气儿巨足，然后巨扎实的那个声儿，我觉得这首歌你唱吧，有点可惜你了这种感觉。就是我感觉你的所有的你每一个唱腔，就是你可以玩的东西更花。我不太赞同吉克说你唱这首歌有点可惜，反倒我看到了一个化繁为简的一个唱法。你在唱这种简单的歌曲的时候，可能不需要很多技巧，但是这里面其实有很多自己过往唱歌的经验才能做到这样。在里面不加盐不加醋，就是简单的一个情绪值给你，但是你就会收到很清晰，我明白了。你说的对，我推翻刚才我的说法，我错了，没错。小唐还是一如既往的稳。那其实我也知道小唐每一期的每一首歌自己私底下在下面练习非常多遍，他的陪练老师之前还给我发了信息说他在背后的付出，所以才每一个舞台能感受到他这个稳定不是与生俱来，一定是在舞台的背后下了很多的苦功，然后我们才可以看到他的进步。小唐跟佳佳的诠释就是各有各的精彩，唱出了同样面对错的人他们自己不同的感情态度。小唐就好像是不管经历过了怎样的伤害，对爱情是不会放弃希望的，哪怕遇到了错的人，你也相信未来仍然还会有对的人。但是佳佳整体呈现出来的这种气场特别的强大，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叫做封心锁爱。今天好像看到了周芷若和灭绝师太的合作，对待感情就是有那种截然不同的那种处理，但是在整个的配合上，我觉得是特别精彩的一次声音的碰撞，特别的喜欢。好，谢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邀请谢丽娜一高和杨坤来到舞台，有请二位。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剑鹰团，现场合议给出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是由杨坤、
希林娜一高带来的《你也怀念吗》。让我们继续恭喜杨坤，希林娜一高，谢谢佳佳，谢谢小唐。在这里，我们要提前恭喜极客军医队把本期推荐金曲锁定队内。所以极客作为队长，下一组要派出的队内音乐合伙人是。下一组有请的是楚生哥、默默口。让我们欢迎陈楚生、极客俊逸。大家好，我是狒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保留更多天然活性蛋白的奇志鲜活奶粉天赐鲜活时刻，欢迎楚生哥。谢谢。楚生哥这次是跟极客有一个合作舞台，这首歌会有改编吗？改编其实还蛮大的，现在我们加入了一些民族的色彩，一起来期待一下他们的舞台。好。青春的颜色是由许明明演唱的一首作品。那原曲本身呢，其实是一首非常简单的、具备很强烈的民谣特质的作品。那这样两个歌手怎么样能够在简单当中去赋予这首歌曲更多不一样的层次？那我觉得这也是陈楚生和吉克隽逸会要面临到的一个难题。青春的颜色，那是真情的颜色，风吹雨打仍旧灿烂着。我的青春，我觉得是五彩斑斓的，就像你看一个万花筒，稍微转一下它就会跳动的颜色。当我从小居住的地方，在三亚，我们家是一个农场，就有很多黎族的一些村落在农场里面，所以我从小我很多同学都是黎族的，当然还有苗族的同学，对，所以我对于民族的很多东西会感觉到很亲切。第一次听你唱歌，就是被你唱彝族的这个歌谣打动，它带给我的冲击就是那种很遥远，很空灵。我们如果合作，你能够加入你们彝族的歌谣进来，我好想唱，但是我不好意思提。你真的是第一位给我就是主动提出来说，哎，极客你要不要加入彝族的东西？就是有一种被珍惜的感觉，你知道吧？这首歌是听见梁山的配乐，然后讲述是大凉山的一些故事，就很巧合，我就听到了这首歌。天赐其实民族的音乐的部分比较少，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我在天赐舞台上，我都非常非常想把这一点展示给大家。这一次楚生哥跟我一起唱我们彝族的唱段，我自己特别高兴，就是我们的对音乐的感觉，我们对音乐的美的欣赏，我们愿意去表达，愿意去传递给大家，这颗心是一样的。欧洲双认证，全国销量领先，君乐宝奶粉提醒您下节更精彩。东阳光鲜虫草，好虫草鲜着吃。本节目由东阳光鲜虫草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保留更多天然活性蛋白的奇志鲜活奶粉特约播出。本栏目由夏日清爽拍档雀巢茶萃果汁茶赞助播出。上 Z 世界参与超时空合唱话题，上传你的天赐金曲，秀出天赐声音。两位队长排练辛苦了，给各位呢带来了一个特别的小惊喜，就是我们东阳光冬虫夏草水。我一直都非常的注重滋养，这种冬虫夏草泡水有一种特别的口感。没错，而且它闻起来呢有一种淡淡的菌菇香，夏天喝的时候非常的清爽，既能够补水呢，又能够补充我们的能量，每天一杯更加的养生。而且我刚吃到这个冻干鲜虫草，它泡过水过后就会有不一样的口感，还有一点微甜的味道。没错，我们的东阳光冻干鲜虫草呢，采用了 FD 宇航冻干锁鲜技术，能够快速的锁住我们更多的活性成分，泡水复鲜，口感呢也会更好，补充水分的同时还能够滋养身心。小小的一瓶，携带也很方便，随时滋养，焕发活力。从一杯东阳光冬虫夏草水开始。品质好歌，一起见证。
流着泪会枯萎，虽然美，时光飞逝，悄然抹去了香味。我们不再追着谁，拖着谁，只是年少轻狂留下的疲惫。风儿伴着月，冷的夜，白的雪，印着曾经沧海岁月酿的醉。你的那个谁，我的谁，靠着谁，如今天涯海角成了谁的谁？一睁眼，一眨眼，转身过了多少年？一段缘，缠的缘，缠绕无边的思念。睁眼，眨眼，过了多少年？一段缘，缠的缘，缠绕无边的思念。轻狂留下的疲惫，风儿伴着月，冷的夜，白的雪，印着曾经沧海岁月酿的醉。你的那个谁，我的谁，靠着谁，如今天涯海角成了谁的谁？一睁眼，一眨眼，转身过了多少年？一段缘，缠的缘，缠绕无边的思念。睁眼，眨眼，过了多少年？一段缘，缠的缘，缠绕无边的思念。刚开始唱的那一段是来自彝族吗？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彝族民间的很美的一个神话故事，叫古莫阿芝，是一只大雁的名字。就是讲有一只大雁飞到了一个男生的家里为他洗衣做饭，然后这个男生有一天提早回家就发现了他，被他吸引，希望他留下。大雁就说：“我可以留下，但是呢，你不能告诉大家我是大雁的这件事情。”后来这个男生还是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了，然后大雁就伤心地飞走了。
每一年他都会回来看望这个男人和孩子，就是一个对爱的思念的一个呼唤。你知道吗？我在这个舞台，这是我最紧张的一次，因为我觉得加入了彝族的腔调进来，这个故事进来之后，我觉得它好神圣。我想把自己所有都献给这首歌的感觉。我会想到我的家乡哎，因为我们也有类似的歌谣，但是是古调，做某一些仪式或者是在农作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小小展示一段吗？天哪，唱的也太好了吧！这首歌叫《青春的颜色》。祖儿，你的青春如果一种颜色来表达的话，会是？我觉得我的青春应该是白色，就是比较简单的，然后经过时间的洗礼，慢慢变成彩色。小时候的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的世界会变得那么多姿多彩的。我以为我一辈子就会跟我的妈妈、弟弟啊，然后每天就过得很平凡的这么过。但是命运带给我很多很多精彩的礼物，所以我会这样形容自己。谢谢祖儿。其实你加了这个彝族的，就那么一小段，马上给别人带到一个就说不清楚那么一个境界。楚生的 A 段，我从来没有听说他每一个尾音都带着哭腔，好像是有一种坚定的这种使命感也好，信仰也好，很原始、很粗犷，非常好。谢谢。谢谢杨坤老师。这首歌最开始有一段口弦，然后口弦其实是一个大概有4000年历史的乐器了，经常会在彝族的青年男女当中会传递爱情的一个部分。刚才吉克还有一段古调，这个是你们的阿杜高腔吗？不算高腔。OK， 不算高腔。这首歌原本的原曲是一个类似有点校园民谣的风格，然后吉克跟楚生把它变得很世界音乐，我觉得这个是很成功的一个改编跟演绎。谢谢。哇，谢谢！而且您知道阿杜好厉害。开头的这个彝语的吟唱，就感觉吉克你今天真的变成了一个大自然的女神。楚生好像是来自城市的一个也许曾经有些迷茫的少年，在你们相遇了之后，你们共同谱写出了非常非常精彩的故事。今天的你也确确实实不愧是一位来自于大凉山的大雁。对，这就是我们在天赐的声音上选歌进行改编的最大的一个诚意。谢谢。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坤哥、诗琳来到舞台。有请我们建音团现场合一给出结果。精英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轮待定金曲为欧洲双认证，全国销量领先。君乐宝奶粉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哔哩哔哩、Z 世界、爱奇艺、优酷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乐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享受听觉盛宴。Hello， 大家好，我是狒狒，欢迎来到老板 Rocky 数字厨电空间，我们的 AI 专属烹饪助理为大家量身定制了美味佳肴，让我们一起来边吃边聊。欢迎陈斌，大家好。对于这一期拿金曲有没有信心？其实是有信心的，因为这首歌它是需要你静下心来好好欣赏的。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陈斌和艾热的舞台。我宣布本轮待定金曲为陈楚生和吉克隽逸带来的《青春的颜色》。恭喜楚生，恭喜吉克，要谢谢坤哥，谢谢诗琳，有请各位落座。
好，接下来就比较戏剧性了哈，即刻你要邀请到下一组跟你们队竞演的是，我们队内自己玩的是乃万白小白，掌声有请乃万白小白。乃万老师又见面了，太好了，太好了。这首歌叫《回不去的何止时间》。今天我把原唱莫一老师叫来了，来，莫一老师，正好研究你这首歌曲。来，你好，莫一老师，你好，你好。在我看来，这首歌表达的就是对人世间的亲情、友情、爱情，或者人或者事物的一种遗憾、一种怀念。除了现在的这种唱法和现场的一些唱法之外呢，我觉得还得麻烦这个乃万老师去写一段说唱在里边。那我就贴着内容来吧。哇，红星美凯龙好大，家具、高端电器。哎，这边还有设计中心。对啊，这装修一站式就可以搞定了，真不错，让人很省心呐。想见你，拥抱你，想再看看你，可惜你来不及。就帮他叠一下。我怕跟不上他呀，我觉得里边能加好多东西没加上。这首歌曲对我来说意义很深，表达的是自己在生活中和学习过程当中受到的一些挫折和挫败，跟我之前的情歌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我希望把这个歌曲的本身的意义，好好的把它发挥出来，创作出来。所以说，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吧。每日鲜虫草，吃出年轻态，让我们一起加油吧！风吹过发梢，回忆又在呼啸，泪划过眼角，沦落在人潮。你看，不染一尘的回忆，也冲不抵那时过境迁。曾熟悉的画面，这褪色的房间，回不去的何止时间。存泛黄的记忆，模糊谁的眼睛？人常说的过去，早就已回不去。有新的候鸟，何时会再回巢？来时的轨迹，怎会被抹掉？你看，不忍一场的回忆，也冲不抵那时过境迁。曾熟悉的画面，这褪色的房间，回不去的何止时间。你问我人长大那部分将曾被遮掩，时间的阵阵风中温情需有时何年？
来，我们掌声响起，送给白小白、乃万，还有我们的新朋友陈默一。这首歌叫《回不去的何止时间》，这首歌是陈默一的。哎，对。其实我专业不是学唱歌的，我是学金融的。那怎么就跨界了呢？是因为真的就是上学的时候太喜欢唱歌了，然后就是一天就是去参加一些学校的什么唱歌比赛啊啥的。大学毕业之后，真的很喜欢这个行业，机缘巧合之后就是去了酒吧驻唱。你家里同意吗？你说上个大学金融班？不同意，就是感觉好像不务正业。那现在家里应该渐渐理解了吧？你都站上天赐的声音的舞台了。最题就是还不理解？也没有不理解了，现在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就是其实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吧，我妈当时也是就是癌症然后病重，然后这首歌我10月份发行的，然后11月我妈就去世了。真的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能想起来我那会儿为了就是想挣这个录音钱，然后去录音，为了我妈下1个月的治疗费，真的就，你会觉得非常遗憾的是，当你自己选择这条路的时候，家人一开始的不理解吗？你现在能释然吗？现在已经释然了，就是其实我是，就是你刚刚说的，我比较倔强。我觉得我喜欢的东西，我就活着一次，我想为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努力一次。那今天我还能站上这样的舞台，就已经算是成功了。肯定的，真的。你在天赐的舞台上发光发热了，我相信天上的妈妈也会为你觉得骄傲的。希望你开心，我相信父母也是很骄傲的，不管他们都是为你的未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我当了父母以后，我也非常深入的一个感受到这个立场，都是出于爱的一个出发点。谢谢老师。我很开心，我能唱到这样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并且是和原唱一起在舞台上完成，因为原先的歌就是很完整了已经，所以我就在想，如果加了说唱进去，可能有点破坏。我最后还是决定说，那我更偏旋律一点吧，所以写成了这几句词。我们像姗姗来迟的观众，赶不上热播的影片。就是人们经常说人生像一场电影嘛，我们既是演员也是导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遗忘释怀，但是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们想真的把它忘掉或者怎么样，是因为人生我们不得不继续往前走。对，是这样子的。我看舞台的时候，我总会去研究人物关系，就因为尤其是3个人的舞台，我就想他们仨是个啥关系。那这首歌我本来还有点担心，因为3个人唱情歌着实有点怪，但是白小白，我觉得他其实一直是跟莫一在一起的，就他们2个的声音是左穿右插的这种感觉。然后乃万呢，感觉是一个第3人称的角度，他像一个话外音一样，给我的状态是他整个人的气场是在往上走的。最后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情景剧，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看得很高兴。谢谢老师，谢谢。我稍微提点小意见啊，小白。你应该唱副歌，因为我们为了一个舞台着想啊，有些时候还是要考虑到最后的整体的音响效果。只听音频的话，小白的所有的声音，它处在一个既不强又不弱的位置，这种编排我认为是不合适的。你们应该融合得更好，因为3个人的演唱是非常难的，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的理解就会很别扭，然后就感觉，哎，2个女孩1个男孩，我怎么唱？我觉得我唱这首歌曲，我是这里边唱的最感受不到这首歌曲的精髓的。我以前唱的都是苦大情深的这种歌曲啊，摇滚的多一些。然后其实这首歌也不是我的领域。为了找这首歌的感觉，我都自己凌晨的时候
就是开车出去，然后路灯下的感觉没有人那种找这种感觉的唱法才能找到，它是一种思念的感觉。有没有可能小白呢？我们就弥补一下我们的遗憾，我们现场你自己来唱一段副歌好不好？哦，也行。风又起，叶落地，思念更浓郁，自别离未停息。想见你，拥抱你，想再看看你，可惜来不及。我觉得在舞台上牺牲有的时候也是一部分。谢谢小白，谢谢小白，感谢。接下来让我们邀请陈楚生及柯俊英来到舞台，有请二位。好，这是队内的第2次竞演，有请建英团各位老师现场合一给出结果。知音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陈楚生、吉克隽逸《青春的颜色》。恭喜陈楚生、吉克隽逸，也要谢谢白小白、莫一、乃万，谢谢各位。队长吉克隽逸，接下来你们队还剩最后一组啦。压轴大戏即将登场，爱热陈冰。让我们有请爱热陈冰。这是一首很温暖，然后旋律线非常明朗的一首歌，它可以给人力量，也可以让你陷入思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作品。如果大雨落下，就让我成为海洋。艾热是我心目当中国内说唱领域非常优秀的代表性的歌手，在他身上本身就融合了本土性、民族性以及国际性很多不同的色彩，同时他本人也是从创作、制作到演唱都具备了非常全面的才华。这首歌的旋律走向是一个非常温暖、很明朗的一个走向。在这首歌里，它很多简单的歌词，其实就足以支撑这个歌的内核了。如果大雨落下，那我成为海洋。艾热老师，你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或者哪句歌词最触动你？我想到的就是前几年刚失去了我的父亲，在我父亲去世以后，紧接着我迎来了我的孩子，他就像是如春雨般，对，雨后春笋这样，而我的孩子就像我的太阳一样照进了，所以我会觉得这首歌会给我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我不太知道最后那一段我该怎么唱。最后本来我是想说我稍微自由一点的那个节奏，但是他现在这个编曲他框得很死。我以为你可能副歌之后是可以弹起来的。对，我也是想，但是他给我的编曲是我喊跟他是打架的，就如果我特别高昂，他那个在下面一直在流淌，尤其是最后一遍。那我们研究一下吧，咱试试吧，咱们先顺到那个小号 solo 完了最后那个结尾。OK。这首歌很不好诠释，不是我熟悉的那种方式了，但是人不就是应该这样吗？跳脱出你熟悉的方式，然后去在另外一个成长环境里面去突破自己和寻找自己。雨水追进了窗，潮湿穿在心上，肆意生长，这流淌，告诉我要怎么刻意的藏。他不曾说，心里生错，回答。
在昏暗的世界，慢慢地走，雨划破过后留下的疤，把自己变成个陌生人，哭过就走。如果大雨落下，就让我成为海洋，那些看似束缚，却关于爱的每一朵浪花。如果大雨留下，也许忘了回家，把雨穿在身上，然后去飞翔，假装是翅膀。总有个你让我长大，转身朝着你的方向，没有任何墙能阻挡着太阳。如果大雨落下，那我成为海洋，披上你给的光，再一次飞翔，挣出了好会唱哦！其实我之前一直以为艾热老师会加一段 rap 进去，然后后来跟艾热老师沟通了，他是觉得这个歌整体的氛围太好了，他不想去破坏它。这首歌里有一句歌词我们特别的喜欢，就是如果当雨落下，那我成为海洋，就是有一种生活不管给我们什么，我们都照单全收，然后化作地球母亲的一份子。这首歌整个编曲从开始的吉他层层叠入，然后小号进来，我会觉得很舒服。然后没有想到艾热唱歌这么细腻，就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乐感。那陈斌，特别是后面那几个音降下来那几下，那个其实有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感觉。谢谢老师。虽然大家都说最怕 rapper 唱情歌，但我说实话，不是每个 rapper 都能唱成艾热老师这种感觉和水准的。艾热，你听说这首歌的改编主要是来源于你，对吗？对，原曲它作为一个影视的 OST， 可能钢琴的方式会更加的受众。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贝斯跟吉他这样的乐器。很短暂的时间里获得陈斌老师的肯定，把它呈现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其实挺不容易，所以我还是挺满意的。两个人唱的可能已经唱过了150%的努力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本身还是有它很明显的缺陷的。
二位很努力的在帮编曲完成他没有完成的工作，去补他的窟窿。这一般在我们的习惯里面，一段小号后面的展开，它基本上是放在这个歌的中间的位置。但是这段小号吹完了以后，直接就是陈冰的最后一段副歌。小号是一个很慵懒的东西，陈冰选择了一个提上去的唱法。那我在这时候就仔细听编曲在做什么。我知道二位唱得很努力，但是我真的不能说这是一个好的作品，因为它的编曲可能是我在天赐的舞台上这么多期听过最差的一个。其实我不太同意梁老师的想法。我们通常聊编曲的时候，我们觉得编曲是要为词曲去服务的，但是其实这首歌里面是通过两位老师的 vocal 去引领编曲去行走的。我知道他编曲现在结构比较简单，但其实两位老师的 vocal 的部分在这里面的延展，我觉得还是 OK 的。我是觉得在天赐上的作品，我们要苛刻的看每一个舞台。至少在我看过这么多舞台里面，我觉得这个舞台无论是它的律动、它的节奏，还有它整个编曲所采用的结构，都不太合格。你刚才说这编曲不好，我是不同意的。首先，这编曲很好。为什么说在天赐的舞台上听这个编曲会觉得分量感小了一点？因为它这个编曲更适合在一些小场地来听，会更加的舒适。我相信像他们俩如果在房间里练的那种感觉，一定是很好听的。崔老师说的很对，不是你们唱的有问题，而是这一版的演绎，它的音乐不适合这个场。梁元老师，我知道您是个很有趣的人，然后没想到。我回应一下您吧，我们不都有那种 callback 吗？您说了个什么？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这是我录综艺史上听到过对我最差的评价。什么感受？有趣，特别有趣。没有，老师，我觉得你们说的真的有道理。我想说的是，我觉得音乐是不分场合的，就是可能有人喜欢，有的人觉得不适合，但没关系，我觉得是心境的问题。这首歌它对我来说特别难。因为它真的囊括了我的所有音区，从最低到最高。然后我又想到今天是这样的一个舞台，会给自己一点包袱，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我有个好兄弟盖，他也会经常来这个节目嘛，表现的也特别好。我也作为他的同事，我是不是也要表现一下自己？所以我特别感谢老师给我的就是专业的评价和点评。但是我觉得你说编曲太差了，我反正不接受。没那么差哎，你咋这么不给面子？老师，你第一次看到我吗？给个面子，夸两句多好。最差，怎么回去跟父老乡亲们交代我？来到天赐的声音，没能让梁元老师了解我偏执的真心，对，很难过。还押上韵了，不好意思。梁元老师也特别 real， 我知道他是这样的性格，所以我觉得跟他这样对话其实也很有趣。谢谢老师，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艾热，送给陈冰。同时，我们要邀请陈楚生即刻可以来到舞台。好，接下来马上就要诞生本期的推荐金曲，有请我们建音团现场合一给出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天赐的声音》第5季第10期的金曲为吉克隽逸、陈楚生《青春的颜色》。恭喜吉克，恭喜陈楚生，也要谢谢艾热，谢谢陈冰。东阳光鲜虫草金曲时刻。送上我们的东阳光鲜虫草礼盒，也请二位跟我们来分享你们的态度先生。花儿流着泪会枯萎，虽然美。我没法唱了。青春的颜色，那是真情的颜色。谢谢二位的分享。我们本期态度先生的话题，分享你与我们本期的推荐金曲《青春的颜色》这首歌的故事。关注天赐的声音及东阳光鲜虫草官方抖音账号，即刻参与我们的态度先生主题活动。在这里要再次恭喜迪克，恭喜陈楚生，
也要谢谢我们本期的2位队长吉克和我们的张碧晨。我们继续带着我们对于音乐的热忱，关注我们天赐的声音。谢谢大家，下期再见。那么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天赐的声音特邀嘉宾团大梦归离剧组。我今天的衣着已经告诉你这一切了，深藏不露，都是男朋友，这应该没关系吧？真的有关系。主持人他现在的共情能力已经没有逻辑了。微博搜索“天赐的声音”话题页参与讨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跟微博网友们一起畅享金曲。